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新特例这个案例的所有灯光的位置参数、布局思路、安装节点等细节。视频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做无柱灯为什么容易翻车，其实是因为一开始你就错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客厅区域。那这个案例整体的氛围是非常舒服、非常温馨的。那它的基础照明这里呢，主要用的是一些反光灯槽，慢反射的一个灯光，给这个空间提供一个温馨柔和的一个基础照明。那它的反光灯槽的节点大样应该是怎样子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用这种平放式的方式去装。至于这里有没有凹槽，其实都不重要。用这种平放式向上打光的这种灯光，它出来的灯光会更加柔和，而且不容易墙面出现这种截止光。那灯带这个参数呢，我建议大家用9瓦每米左右，色温用到3000K 左右。如果你客厅的其他区域是3500K， 那你用3500K 的一个灯带也没有关系。然后至于这个尺寸呢，一般你下调最少要有100mm会比较合适。那离墙的宽度大概控制在150mm左右，出光的效果是最佳的。然后这个挡光槽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因为这个反光灯槽它基本上你在下面是看不到这个光源的，所以这个挡光槽其实不用去做。你做了之后，如果灯没有放好，它容易在墙面出现截止光。那挡光槽呢，是你做传统的回形顶真灯槽它是需要挡光槽的，是为了防止人在下面去看到这个光源。那反灯槽这里是不用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它的出光会更加好的啊。基础照明基本上它都是用的这个天花的灯带、天花灯槽去做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重点照明。那在这个空间中呢，我们最重要的焦点区域应该就是这个茶几这个区域，是一个空间的焦点区域。那这个区域它是用了6个非常小的这种射灯去做一个重点照明。那这个小的射灯大概开孔应该是3公分左右。那它的一个色温跟灯光参数，我建议是用24度，看你的层高如果你层高在2.8米左右，你可以去用24度光束角。如果你大于3米的层高，你要用到15度的光束角。那这里呢，是一般用到24度 3000K IA 大于90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空间其实它是已经没有其他的一个重点照明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氛围照明。这空间的氛围照明主要就是这个窗帘和灯带。窗帘和灯带会营造一个非常温馨、非常高级的一个氛围。那窗帘和灯带的灯你应该怎么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帘和灯带。我们一般建议是这种顶装式就可以了，跟平放式是反过来的，直接装在顶上，往下打光就可以了。那型材可以用到1515这种型材，搭配低压灯带去使用就可以了。功率用到9瓦左右，9瓦每米，色温3000K， 这样出来的光会更加柔和高级。不建议用太亮的一个灯带，比如说12瓦每米、16瓦每米这种灯带就不要了，尽量控制在6到9瓦每米的一个功率，出来的氛围是非常温馨的。那这里的氛围照明主要就是这个窗帘和灯带给这个空间提供一个氛围的照明。那它有没有装饰照明呢？有，这个应该是一个落地灯。那落地灯是给这个空间做一个装饰照明的，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功能照明的使用，因为这里有个沙发。那假设说我要在这个沙发阅读的时候，其实它应该可以摆角度，可以去给阅读做一个功能照明的。那这个的功率其实控制在7到12瓦左右的一个亮度就可以了。那其实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照明？我们看一下还有这个柜子。那这个柜子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功能照明，它给放在这里的书去做一个照明。这个书柜的功率一般也是用到6瓦每米左右就可以了，尽量不要超过6瓦。如果太亮的话，会影响这个空间的整体氛围。那其实这个空间非常简单，它的灯光的分布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去设计的话，这个天花我可能不会这么去处理，因为你天花如果这么去处理，这里有1条、2条、3条灯，要把这个天花分成了很多块，感觉整体这个天花非常凌乱。如果是我去设计这个方案，我会把这里去吊平它，整块去吊平，做一个吊平的处理，然后在这个柜子的这个方向做一个反光灯槽，把这整体拉平。这样去处理的话，整个天花会更加整洁、更加干净。然后直接在这边做一个反光灯槽，洗这个柜子。如果这样处理呢，整体会更加
更加简洁一点，有那种无主灯的那种简洁、高级却温馨的一个氛围。那这个其实总的来说，这个方案的整个灯光的氛围感还是营造的非常好的，整体的色温是用的3000K 的。那为什么大家在做无主灯的过程中非常容易翻车呢？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关注的点其实就错了。那什么是真正的无主灯？那真正的无主灯其实不是简单的拿掉主灯就可以了，简单的拿掉主灯，装上磁吸灯、线性灯、筒灯、射灯，它其实是已经偏离了无主灯的一个概念了。真正的无主灯是按需照明、分散照明，每束光都有每束光的作用。比如说我这个射灯是为了给这个茶几补充光源的，那我这个落地灯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的照明，那我这里有功能照明，我这里有基础照明，我这里有氛围照明，它是多光源分散照明的，这才是真正的无主灯设计，而不是简单的拿掉主灯。所以大家在简单的拿到主灯的这个过程中，你装了很多线性灯、很多磁吸灯的时候，其实你这些灯一开，整个空间是通亮的。那它没有这种无主灯这种明暗的反差，没有这种明暗的对比，也就没有无主灯的高级，没有无主灯的立体感。所以大家如果要做好无主灯设计，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拿掉主灯就可以，还是需要用心去布置的，根据你平面、你家居、你这空间中的物品去设置灯光的点位，选择好灯光的参数，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